随着 3D 列印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种的材料都可以使用在 FDM 机台上。你是否会因应材料改变或颜色不一而更换喷头？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一个喷头印到底，反正线卷换了就换掉了。想当然不是这样，材料在列印过后都会有少量残余在喷头内部，只把线材换掉是无法马上变更成新的材料，必须要将喷头内部的材料经过加热挤干净后，才能变成新的颜色或是其他种类。所以在多进一出的机台上才会需要设定挤料塔又或是挤料槽，来将换料时喷头内部的材料挤干净，来接续新的材料。那喷头盘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只是更有效管理喷头的方法。今天同种不同色的材料如 PLA 会很常进行混色的列印。那如果是不同材料呢？上次印 PLA， 这次换 ABS。此时你会发现喷头会比你想象的更快阻塞，原因其实就是温差。不同材料列印时的温度不同，所以在一般多进一出的机台上，不会使用温差太大的材料进行列印上的搭配。换料时需要不断的升温降温循环，这会使喷头中的材料因为融化温度不同，导致较高温的材料没有完全融化而卡在喷头内壁上，进而导致加快喷头阻塞。避免喷头寿命过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别混料使用。每种材料都有各自专属的喷头，如果比较挑剔，甚至不一样颜色也不同喷头，省去换颜色还要挤干净之前的颜色。像白色料洗之前印黑色的喷头，就会需要浪费不少料。以温度、材质、颜色进行分类，使用多个喷头进行互换。特定喷头只印特定材料或是颜色，以增加喷头整体寿命。使用建模软体设计一个满是 M6 压孔的盘，配上一些可以贴上标签的空间，这样就可以很容易针对喷头进行管理与更换，加长喷头的寿命。列印牙孔如果尺寸精度不好控制时，可以把牙孔印得较小，之后再以施工攻牙的后处理方式进行。表面经过适当的打磨后，将用过的喷头冷却后锁至板上，方便未来重复更换使用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与感想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实际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